身负醉驾重伤案的23岁天龙女杨兰兰，在澳洲司法4次传唤都无法让她现身的情况下，如今据说已经安全回到中国大陆。外界甚至流传她可能还留下了一名替身，替她应付2026年的开庭。而她在彻底失踪的3周前，11月22号到25号，中共第3号人物、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低调访问澳洲。这是赵乐际上任以来最神秘的一次出访。澳洲国会罕见提前24小时发出关窗关门、断 WiFi、议员避开特定区域的高规格安保指令。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上，难道赵乐际访问澳洲的目的不仅仅是中澳外交？他和杨兰兰的回国又有什么关系？更离奇的是，在此之前，杨兰兰成功申请到了保释条件的放宽，宵禁取消，报道次数减去大半，而这一切都是仰赖他所聘请的黑帮律师科恩，那位曾经为摩托党枪战案辩护，为高云翔性侵案脱罪，被澳洲司法界称为无所畏惧的顶级刑事辩护专家。这3件事被一条看不见的线串得如此精准，让人不禁要问：杨兰兰的这场人间蒸发，究竟只是富豪家族的私人安排，还是有人动用了超越司法、超越国界的国家级力量？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人物，能让澳洲司法束手，能提前撤离，而且还能让赵乐际踏上澳洲后，一切刚好静悄悄地发生？这究竟只是一场普通的酒驾案，还是一场跨国权力运作的开始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2025年12月1号，距离杨兰兰最后一次法庭听证仅仅过去半个月，一条在海外华文自媒体圈迅速传播的消息，让这起本已充满悬念的悉尼酒驾案再度升温。23岁的天龙女杨兰兰已经安全返回中国大陆，并且是被中共第3号人物亲自接回的。2025年11月22号到25号，中共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对澳洲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友好访问。表面上看好像是例行外交，但细看所有细节，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诡异氛围。就在赵乐际抵达前24小时，澳洲联邦议会服务部向所有的议员、官员和幕僚发出标题为 Security Advisory Chinese Delegation Visit 的紧急内部邮件。这封邮件内容罕见严苛：一、标示代表团在国会大厦的完整行走路线，要求议员和职员避开指定区域；二、警告相关区域 WiFi 可能出现间歇性中断，暗示可能遭到外部监控；三、要求靠近动线的所有办公室全程关闭门窗和窗帘；四、特别强调禁止在代表团经过时使用手机、平板或者任何蓝牙设备。这封邮件在澳洲政界引爆震撼。参议员詹姆斯·帕特森质疑：我们是在接待立法机构代表团，还是在接待潜在的间谍团？这是赵乐际上任以来第8次出访，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超规格、近乎封管式的变态安保。官方把这个解释为 ASIO 侦测到中国黑客组织沿台风活动频繁，但是同样的威胁早在2024年李强访问澳洲时就存在了，当时却只有一般提醒，远没有达到关窗帘的地步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在赵乐际抵达澳洲之前，杨兰兰已经彻底失踪了超过1个月。据澳洲媒体 People News 11月15号报道，他价值80万澳元的白色劳斯莱斯 Ghost 在10月底从车库消失。同一天，有多名专业搬家团队进出 Watsons Bay 顶层公寓，把所有的家具和奢侈品彻底清空，像是一场预谋撤离。Virgin Times 11月18号指出，自10月17号豪宅搬空后，杨兰兰再没有任何公开的露面记录。11月14号的听证会上，只由他的律师科恩代为否认罪名，法院延期，但没有发出逮捕令，这被外界视为默许消失。澳洲警方虽然确认杨兰兰的部分保释条件在11月中旬后中断，
但直到12月1号仍然没有发布公开通缉令。这种异常的沉默被自媒体解读为高层施压，替身传闻则让整件事件更添戏剧性。早在10月23号 Daily Mail 就曾经拍到公寓外出入的神秘亚裔女子，被网友比对为疑似替身候选者。多名 X 平台用户也转发同样的说法，指杨兰兰不仅成功脱离澳洲司法系统，还可能留下替身继续应付后续的听证。如果属实，这不仅违反澳洲保释法，也暴露跨国身份操作的灰色地带，更使真杨兰兰已经离境的推测变得合理。所有线索叠加后，回国传闻开始具有高度可信性，尤其是他的时间线和赵乐际访问澳洲完全重叠，使一切看起来更像是精心安排，而不是匆忙逃亡。海外自媒体内参11月28号更是直接宣称，赵乐际此行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稳住中澳高层合作；第二，把杨兰兰干干净净地接回中国，必要时甚至留下一个假的杨兰兰给澳洲法庭交代。如果这些线索最终被证实，那么这起原本只是酒驾撞人的案件，恐怕已经从普通的刑事案件升级为牵动中澳2国政治的跨国政治事件。据悉，受害者 George Plessora 的律师团队已经向新南威尔士州法院申请紧急听证，要求撤销保释并发出国际逮捕令。但是截止到12月1号，法院仅回应调查中。接下来先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，我们大食局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，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。我很喜欢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，成分90%是深海野生红海参，还有10%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，做成果冻口感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小孩大人都喜欢，特别适合圣诞、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。从效果上，它真能帮助细胞修复，降低发炎，提升免疫力。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，皮肤不容易爆痘。还有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，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，修复得很快，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。这都是小炎症。还有些用户反馈，吃了之后痛风发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，血糖恢复正常了，失眠减轻了等等。有位宋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，成了铁杆回头客。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。我朋友怕断货，干脆一次囤了10盒。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输入优惠码大食局，就可以享受85折。中国大陆2盒起卖，4盒包邮，购满$70，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，加拿大包邮。如果说杨兰兰在澳洲离奇失踪，赵乐际低调访问澳洲，这2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，起初还只是自媒体上的阴影猜测，那么接下来的一连串发展则几乎把巧合变成了一种精准的时间编排。2025年10月17号，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明确要求杨兰兰必须在11月14号亲自出庭。接下来的72小时内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，对澳洲铁矿石的紧急质量抽检比例突然从1%飙升到12%。力拓、必和必拓、FMG 3大矿商的10月下旬订单被技术性延期。这项政策震动了澳洲政界和商界。澳洲资源部长 Madeleine King 罕见地在10月22号公开表示，我们注意到某些贸易流程出现了异常。要知道，铁矿石是澳洲经济的命脉，澳洲60%的铁矿石出口到中国，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0%以上，相当于每3个澳洲人就有1个人的工作间接靠中国买单。然而，这次的时机过于敏感，正好卡在新南威尔士州法院对杨案施压的时间点上，让人无法不怀疑这是否是一场为杨兰兰量身打造的国家级外交手段。对于熟悉中共外交操作的人来说，这种模式并非首次出现。
过去5年，北京已经4次用这张经济王牌精准打击澳洲。2020年，因为澳洲要求调查新冠病毒起源，北京瞬间禁运澳洲煤炭、龙虾、红酒、木材，损失超过200亿澳元。2023年，因澳英美 AUKUS 潜艇协议，铁矿石配额被悄悄削减15%。2024年，因为澳洲禁止华为参加6G 试验，龙虾和牛肉再次被技术性搁置。而2025年10月，这张王牌又一次被亮了出来，但这次是为了一个酒驾重伤人的20多岁的女子，动用如此重量级的经济杠杆。而在第4次庭审上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杨兰兰依旧没有现身，但她的律师当庭宣布不认罪，而法庭再度选择延期。对熟悉澳洲司法的人来说，这近乎是不可思议的剧本。一个外籍被告连续4次缺席，竟然没有收到逮捕令，也没有强制羁押，反而让案件悄然延后到2026年。而这也让人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：杨兰兰到底是谁？她的背后是什么级别的力量？如果说杨兰兰的突然回国已经够戏剧性，那么让整个澳洲法律界最震惊的，其实不是她的消失，而是她在消失之前就已经享受了一套完全违反常识、前所未见的司法特赦级待遇。在澳洲，尤其是新州地方法院，规则非常清楚，正常人缺席1次，法官当庭签发拘捕令。但杨兰兰在缺席4次后，保释条件反而越来越宽松。首先是宵禁被取消，原本要求他晚上8点到早上6点不得外出，但他的律师一句宵禁造成精神压力，法官直接取消。其次是原本被强制佩戴的电子脚镣也被取消了，报到次数从每周3次改为每周1次，理由同样是精神状况不佳，法庭竟然也买单。很多人以为杨兰兰请的只是一位厉害的律师，但是当名字浮出水面时，全澳洲的法律界都沉默了。John Cohen， 这不是一般的刑事律师，这是澳洲司法史上最具争议、最敢硬刚警方、最深谙灰色边界的人。他被澳洲法律界称为黑帮御用律师、暴力摩托帮专属辩护人、敢让警方崩溃的男人。1984年梅尔佩拉枪战，澳洲最恶名昭彰的黑帮血案，2大摩托帮派在市集直接开枪火拼，导致7人死亡，28人重伤，案件轰动整个澳洲。科恩就是这起案件的辩护律师之一，他在法庭上拆证据，挑警方漏洞，逼得全国警察头疼。关键是成功为黑帮脱罪，这个案子让他一战成名。2009年悉尼机场黑帮群殴命案中， Comanchero 帮派成员在机场大庭广众打死对手，目睹这一切的世界旅客都吓得尖叫。而本案中代表被告的也是科恩，他靠程序漏洞、证词矛盾，硬生生地为多名被告争取到减刑甚至无罪。多年来为黑帮辩护的经历，让科恩赢得了黑帮律师的称号。还有轰动华人圈的2019高云翔性侵案，中国影星高云翔在澳洲被控重罪，可能无期徒刑，全中国都在关注。而科恩靠一段酒吧的监控录像和证词的矛盾，让高云翔当庭无罪。至此，已经出现了全片最荒谬、最炸裂、最具象的荒诞。澳洲黑帮需要科恩保护，一位被怀疑与中共最高层有关的天龙女也需要科恩保护。如果杨兰兰真是习近平的私生女，那相当于习近平家族请了一位澳洲黑社会御用律师来保护她，而这等于把习近平间接绑定了澳洲黑帮，等于中共的黑帮老大间接绑定了澳洲的黑帮。一边是伪光正，一边是黑帮御用，被连在一起的那一刻，震撼程度不输电影情节。杨兰兰的名字原本只应该出现在一份交通事故记录上，酒驾、逆行、撞伤人，然后等待审判。但短短4个月，她的案件却像一面镜子，把中澳之间的利益链条、司法系统的脆弱，
以及中共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，全都照得一清二楚。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能够4次缺席庭审，能提前撤离，能让保释条件越来越宽，能在豪宅搬空后仍然无人追捕，能在跨国航班的层层安检中悄无声息地消失，甚至能在政治局常委访问澳洲的时间线中留下完美契合的空白，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个人层面的解释。这不是财富可以买到的结果，这也不是律师可以操作的空间，这更不是有背景的富豪能做到的特权。唯一能让整个司法体系自动失灵，让外交活动自动配合，让澳洲政府自动沉默的，是中共国家力量的介入。而这力量到底是在保护一个人，还是在保护一个家族，甚至是在保护某种不能见光的政治秘密？赵乐际此行的真正目的，澳洲不会说，中共更不会承认。杨兰兰的背景，也许外界永远无法获得官方答案，但时间线已经给出了最清晰的提示：她不是在逃，而是在被护送；她不是躲起来，而是被安排；她不是蒸发，而是从另一个入口回到了权力的保护伞底下。真正该问的问题，也许只有一个：如果只是这样一个23岁女孩能牵动2国外交，能让政治局常委亲自奔赴，能改写澳洲司法程序，能享受跨国保护，那么在她身上被隐藏的究竟是一个什么等级的秘密？而这场风暴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或者它才刚刚开始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